嗨，那这入狱之后呢，我们不知道大家呢有没有继续在 follow up 后续的这个发展。其实之后的政治戏码呢，一直都没有停过哦。尤其是巫统内部呢，就是一直都在召开这个最高理事会。值得关注的是呢，主席汇报会上呢，他们不单只请来了 Najib 的儿女，还有代表律师为 Bosco 背书，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要展开拯救纳吉大作战。还有之前呢，曾经说过不会背弃纳吉的这个 Brother 阿莫扎西呢，更是在演说的时候情绪激昂，眼眶泛泪。Pemimpin dan sahabat sejati kita kini terkurung. Tak dapat saya bayangkan pedih rasanya apabila mengenangkan kerana dendam politik.与其说这个是拯救纳吉大作战，还不如说是自救阵营大联盟。因为其实大家心里面都是在想，纳吉入狱之后，可能只是一个开始。那么接下来那些官司缠身的政治人物，是不是会陆陆续续被清算，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呢？所以呢，今天要来跟大家整理的就是那一些在纳吉入狱之后非常敢将抓裂弹的这个政治人物。首先，当然要说的就是刚刚说到哭哭的巫统大哥阿莫扎西啦。那大家都还记得吗？我们上一集有说过，那这一共是面临了42项的这个刑事罪名嘛，对不对？那说到罪名呢，曾经有官拜副首相的阿莫扎西，也只能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像是他的这个健康思维基金案件中呢，就面对了47项的控状，当中呢包括了有12项失信、8项的贪污，还有27项的洗黑钱，涉及的总金额是上千万令吉，控状之多可以说是创下了我国反贪会历年来的记录。所以说到这里呢，你会不会比较可以理解阿莫扎西为什么要哭了呢？那这个案件呢，从2019年11月18号就开审了。案件一开始呢，就经历了53天的审讯。那控方呢，还传召了99名的证人来出庭供证，直到2021年的3月19号呢，才完成了这个举证的程序。那就在今年的1月24号呢，承审法官就宣布阿莫扎西表罪成立，必须要出庭自辩。截至目前呢，这个案件是还在审讯当中的，所以大家可以拭目以待。最令人惊讶的是呢，在党主席的47项的控状之后呢，排名第2的还是没有轮到纳吉哦，而是巫统沙巴前首长穆沙阿曼。那他其实呢，曾经在2019年的时候呢，就被控51条控罪，只是呢，总检察署后来撤销了5项的控状，所以呢，才变成了46项，比起阿莫扎西少1条。穆沙阿曼涉及的案件呢，就包括了以首席部长的身份收受伐木特许经营权合约的回佣，那这个总金额呢是高达6300万美元的，折合这个马币呢就是2亿6千万令吉。不过穆沙阿曼所涉及的案件呢，最后在2020年的6月9号，因为书面的证据不足，银行文件也不齐全的关系，总检察署最后呢决定撤销全部46项控状。穆沙阿曼就这样子华丽转身，无罪释放。那当然，这样的结果呢，在当时是引起相当大的争议和抨击的。不过，事已至此，大家就记得有过这样子的一个案件啦。被官司缠身的还有巫统华林国会议员阿都阿兹。身为这个朝圣基金局前主席的他呢，他现在所面对的是有13项贪污和洗黑钱的控状，但是呢，被告申请撤销。这个案件原本是在8月26号要开庭审理的，可是呢，代表律师却说，我的当事人在当天凌晨的时候，因为急性盲肠炎送院治疗，所以无法出庭。法官在后续呢就有表示了，法庭无意去质疑被告装病这件事，但是也提醒各界不要滥用法庭程序。撤销控状的程序呢，最终迫于无奈的情况下呢，延后到了9月5号再做判决。那根据控状，阿都阿兹呢涉嫌收取520万令吉的汇金，协助一家公司获取道路工程，以及收取将近1亿4千万令吉的非法收益。不过他全盘否认。另外
外一名官司派分子呢，也就是巫统总秘书兼笨珍国会议员阿莫马斯兰。他曾经因为没有申报从前首相纳吉的手中得到的200万令吉支票呢，而在2020年的1月21号，在反洗黑钱和反恐融资法令下被控。不过最后呢，这个案件是罚款了事的。2021年的9月29号，吉隆坡高庭法官宣布，阿莫马斯兰在缴付了110万令吉的罚款之后赎罪释放。这样的结果呢，当然就引起民间相当大的这个质疑的声音。但是呢，反贪污委员会呢随后就特别发表文告说，罚款其实也是对涉案者的一种惩罚的措施，也就是追回资产的一种形式，所以不存在这轻饶阿莫马斯兰的说法。那另外呢，有早在2018年12月就被控贪污的前联邦直辖区部长东姑安南，2020年的12月21号，吉隆坡高庭就宣判东姑安南收取商人蔡景康的200万令吉贿赂罪名成立，判处监禁12个月以及罚款200万令吉。那他也成为了继前首相纳吉在 SRC 公司4200万令吉资金挪用案被判罪名成立之后，另外一名被判罪成的国政前内阁部长。不过呢，在2021年的7月16号，上诉庭三司以2对1的投票结果推翻了高庭的裁决，判处东姑安南无罪释放。那东姑安南呢，事后甚至还表示，这起案件呢是前首相马哈迪实施的政治报复，原因是因为身为不成国会议员的东姑安南不愿意服从指令离开巫统，所以才会遭到对付。不知道你怎么看呢？其实除了上面说的这5个人之外呢，巫统内部官司缠身，案件还在审理当中，又或者是曾经涉案的政治人物，还有一些人，其中就包括了有沙巴第1副首席部长兼金纳巴当案国会议员邦莫达、巫统资深领袖沙里尔等等。那大家有兴趣的话呢，也可以上网去搜寻这几个关键字，就会知道了。除了这个巫统官司派的命运备受关注之外呢，我觉得大家其实最关注的是跟纳吉情比金坚的 Rosmah， 她的命运到底会是怎么样？那其实呢，这一名前首相夫人呢，目前的情况也是相当的不乐观，因为她所涉及的这个沙拉越乡区太阳能舞弊案呢，将会在来临的9月1号去下判的。那 Rosmah 在这一起案件当中呢，是面对了3项的控状，抵触了2009年反贪污委员会法令第16A 之 A 条文，一旦罪成呢，可被判最高监禁20年，以及罚款不少过汇金的5倍或1万令吉。1万令吉。可是事情又出现了 drama 哦，因为争议部落客拉尔伯特拉呢，在8月26号的时候就上传了一份疑似罗斯玛的判决书的照片。那内文是指呢，罗斯玛会步上纳吉的后尘，难逃法网。这个事情发生了之后呢，警方就立即展开了调查。联邦法院主部处呢也批评说，这样的举动根本就是一个刻意的行为，为的就是要破坏法庭程序廉政和司法行政。那其实呢，巫统的问题呢，也不仅仅是发生在巫统的这一个政党里面而已，像是民主行动党全国主席林冠英呢，早前也是曾经涉及低价买房案，指他从低于市价的价格呢，向女商人彭丽君购买独立式的洋房，以及将农业地转为住宅地，还让自己的老婆周玉清从中受贿。不过呢，时任财政部长林冠英和彭丽君呢，已经在2018年的9月2号获判释放，不代表无罪。不过呢，目前林冠英涉嫌受贿的这一个槟城海底隧道案呢，也还在审讯当中。那除了他之外呢，穆大主席兼麻坡国会议员塞沙迪呢，也被控在担任土团党青年团团长的时候，串谋失信以及滥用112万令吉的青年团资金、洗黑钱等等的4项罪控。小科普时间，什么是释放不代表无罪 DNAA？ 刚刚的过程当中所提到的一个法律专业词汇，释放不代表无罪 DNAA， 这对大家来讲可能会有一点点陌生。那其实是什么意思呢？其实除了有罪判刑之外呢，法官的判决基本上是可以分为2种。第一种呢，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无罪释放，也就是法官经过了审讯之后呢，宣布被告无罪获得释放。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之后检方就不能够再以同样的罪名去起诉被告。而另外一种呢，就是我们现在要讲的这个 DNAA 啦。
也就是说，控方呢撤销了这个控状，被告在没有定罪的情况之下获得释放，但是这并不代表呢被告是无罪的，因为呢在未来如果说有新的证据啦，或者是调查有进展的话，被告呢还是可以再一次以同样的罪名被控上庭的。那么控方提出 DNA 的原因会有很多，那比如说像是关键证人突然离失啦，案件证据被销毁等等的因素，导致控方没有信心继续做出提控，于是呢就有可能会判处 DNA 啦。说到这里，有没有觉得自己长知识了呢？其实作为一般的民众的我们呢，是没有办法掌握完整的证据，我们又缺乏法律的知识啦，所以呢，我们很难会去判断究竟一个人是有罪还是没有罪，所以更不应该呢单凭被告的政治立场或者是党派呢就去先入为主。虽然很难，但是我们尽量 OK。所以呢，我们才需要一个独立运作、不被掌控的司法体系啊。这也是法国哲学家孟德斯鸠所提出的三权分立的核心价值。只有在司法、立法和行政在高度自主且独立运作的情况下，才能够发挥互相监督制衡的作用，避免贪腐歪风蚕食我们的国家。那希望这次的整理呢，能够帮助你去了解目前我们国内的政治局势，可以知道该关注哪一些人物啊，还有事情的发展可能会往哪个方向去。那如果还没有看我们上周整理纳吉入狱的影片的朋友呢，可以点开来看。那这个月是国庆月，我想很多人会在这个特别的月份呢，特别的想念一位全民导演，就是 Yasmin Ahmad 啊。我们之前呢第一集就是为他制作了一部人物传记的内容，非常非常推荐给你看。怀念他，也可以去感受一下他对于马来西亚的这一种爱和表达。那你也可以到我们的频道去寻找，那你也可以在这些平台找到我们。我是莹莹，那我们下周二晚上的9点钟，荧光笔工作室见。